这里是尾道，一座隐藏在濑户内海边的小城。相信来过日本旅行的人，有大约80%的人从来都没有来到过这里。这里不只有山，有海，有猫，还有懒洋洋的浪漫和热血的青春。在这座城市里，你不需要赶路，不需要打卡，迷路了就可以在海边坐下来吹吹海风，看着摇晃的渔船，散步一家的咖啡厅，黄色的火车，能一眼望到整片大海的寺庙。2025年的春天，我带着对这座小城期待已久的心情，一路从国内横跨2000公里来到尾道市，就是想带你看看这座与众不同的小城。现在我们就已经到尾道了，在经历3个小时的车程，刚下电车就给我看到这样的场景，像穿越回3个世纪一样，是不是来错地方了？我靠！车站里面还有幅画挺好看的，上面开满了樱花，但是我好像来晚半个月，所以这次也就看不到了。其实刚下电车后就已经猜到这座城市的发展程度了。但让我更加确信这一点的是，出站后向左转时，映入眼帘的场景：锈迹斑斑的铁路干线，长满藤蔓的楼房，无人打理的巷子，这些浮现于城市表面的景象，外加这几天阴郁的天气，给人的感觉像是来到了一座快被遗弃的城市。然而比起这些，这里的交通便利程度才是让我最震惊的。这个地方既不能使用2维码支付，也不能使用 IC 卡，公交站的公交甚至少得可怜，而且它并不准时。所以时至今日，你甚至可以在尾道这里看到一种完全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交通工具：一艘小小的汽船上拉载了往返于两岸的散客、汽车等。如果你们要是来到这里，并选择和我一样把民宿定在向导这一侧的话，那么我敢肯定，你会觉得这是尾道最便利的交通工具，没有之一。每10分钟就有一班船，而且你只需要支付100日元，外加自己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对岸。而如果选择乘坐公交，时间跟金钱的成本将会往上翻3倍左右。而且希望你别和我一样坐错了车。在办理完入住之后，乘船回到本州岛这一侧，下船之后沿着堤岸一直走，就会发现一座金色的雕像。雕像的前面种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而在雕像身后的堤岸上挂着那么几张老旧的照片。这些照片承载了老一辈人对于这座小城最美好的回忆。1953年，小津安二郎以尾道为舞台，完成了《东京物语》，拍下了衰败港町的寂美。これじゃと大阪6時じゃな。そうですか。じゃあ慶三もちょうどしてた頃ですな。ホームへ出とるじゃろう。電報打っといたけ。はい、お母さん、これお弁当。おおけに。黑白胶片中的故事以尾道为原点，铺开了一场关于亲情、孤独与时代裂痕的沉浸叙事。为了探望子女，年迈的平山夫妇从这里出发，乘坐火车前往东京。但当老人口到达东京后，等来的并不是孩子们的热情招待。お父さんお母さんいつまでいるんだい東京。4、5日いるでしょ。血取って余計な心配しなくたって。兄さんがどっか連れてくでしょ。そうか。じゃあいいな。子女们因为生活压力无暇陪伴父母，
甚至将2老打发到热海温泉度假。但繁华都市的喧嚣和孤独让2位老人难以忍受。そろそろ帰ろうか。お父さん、もう帰りたいんじゃないんですか？いやあ、お前じゃよ。お前が帰りたいんじゃろう。東京も見たし、熱海も見たし、もう帰るか。そうですな。帰りますか。なあおい、広いもんじゃな東京は。そうですな。うっかりこんなとこではぐれでもしたら一生涯探してもあわりゃしゃんせんよ。うん。この道からよ。読んでみろ。母既得、京子。お父さんは？返程的途中，母亲病倒去世，子女们匆匆回乡，奔丧后又迅速离开，只留下老父亲周吉独自站在净土寺旁，凝望着伟大航道的黎明。那句今天也会很热闹的惊叹，道出了生命轮回的无奈。ああ、綺麗な夜明けだった。ああ、今日も暑なるぞ。这座小城既是故事的起点，也是归宿。它承载了未被都市异化的温情。如今，距离这部电影上映已经整整过去了72年。影片中很多取景地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基本上找不到了，但这部老电影如今却吸引了许多创作者再次创作各类作品。而2016年日剧《有喜欢的人》则将伟道推向了浪漫之城的顶峰。剧中，桐谷美玲与山崎贤人骑着自行车穿越岛部海道，来到伟道的海岸边，静静地凝望着濑户内海。如果你在伟道散步的途中能静下心来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浪漫已经深深刻入了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轻轻放，我就是卸不下对你的喜欢。原来爱会慢慢增加重量，想关上这城市所有的灯光，黑暗中专心闻你的发香。这夜晚让爱恋更有画面感，回想与你约会过的地方，都舍不得删，在脑海里储存欣赏。你微笑流浪，手机里的浪漫，原来真心相处还是这么简单。温馨荧幕上，你可爱的模样，关于缘分的解释，我又多传了一行。你微笑流浪，手机里的浪漫，原来爱情可以来得这么突然，短信的桥梁，这暧昧进了场，我们的感情蔓延至常，用文字培养，在虚拟土壤。现在逛累了，我们来商业街这里找点吃的。他这家店还有微信支付啊，感觉挺意外的。在这种小城市能用微信支付就挺不多见的。
今天好像是有别的地方的学校组织学生来这里春游吧。然后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放学早，但是看一下时间才下午1点钟，想想也不对。有一家很奇怪的店，招牌上面写的汤，我本来是以为泡温泉的，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好像是吃饭的地方。感觉去过那么多日本的城市，感觉很多商业街都大同小异，但是这里的商业街就显得非常独特。街上的两侧有很多拐角巷子，但无论你从这条路上哪个方向拐，看到的不是铁路就是海。什么店啊？排队那么长一个。在街上闲逛时，你会发现这里到处充满了猫的元素。路上的每一家店多多少少都会和猫沾点关系，小到挂件、徽章，大到帆布包、衣服、抱枕。为了去寻找隐藏在这座城市的猫咪，我在尾道的这2天一直在往山上爬，去寻找一条名为猫之西岛的地方。虽然说这里叫猫之西岛，但是连续2天我在这里连一只猫都没看到。可能是时间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老天爷给我开了个玩笑。我只有在第1天前往猫之西岛的路上碰见了一只猫，后面就再也没见到过了。我们现在还没到这个猫之西岛，然后身后就有一只猫。喵喵喵喵。你怎么闭眼睛了？你很困吗？好像很困的样子啊。你很困吗？你别睡觉啊！怎么睡着了？你看他那个小手手直接揣在那个怀里面。早上好，现在是在尾道的第2天，然后大家看我身后，现在早上7点钟，现在已经出晴了，头发有点乱了，但是没关系，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清晨的濑户内海，今天天气特别好，然后准备开启今天的行程了。行こう。はい、どうぞ。OK。はい、いただきます。まっすぐ。まっすぐ？そう。あ、まっすぐか。あ、ここまっすぐか。違う。从这里坐船下来后，然后直接往前面走，就是走到我这位置，然后就能看到这个尾道的又一处亮丽的风景。今天刚刚好碰到那个尾道这里办那个尾道季，然后很巧啊，我本来不知道的。然后今天跟明天就是尾道季嘛，但是我今天是在尾道的最后1天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去坐缆车，待会准备去俯瞰一下整个尾道的风景。在前往前光寺的路上，必定会经过这条贯穿整个尾道的铁路。如果你是选择徒步上到千光寺的话，那么这2条坡道绝对是个绝佳的选择。
这两条路线既兼顾了人少出片的同时，还适合你自己在这里发疯。当然，这些都是没有被人看到的情况下。但是你要是去选择乘坐缆车和走官方徒步路线的话，那么你还得再往前走一点。路上还会看到这样一条隐藏在铁路下面的小路。我这次往上面继续走的时候，还发现了一株晚开的樱花。我操，运气真好，没想到还能碰见开着的樱花，本来以为都凋谢完了。这里干嘛这是？这么多学生。然后这里的话，好像是另外一个这个轨道记的另外一个会场。左边这里的话，就是有个舞台。这些学生现在都在帮忙准备这个轨道记。今年应该学校放假了，好像是。很多学生都出来。就像昨天的观光一样，那些学生就是从广岛过来观光的，然后这些学生的话，应该都是本地的学生。Hot sand on toes, cold sand in sleeping bags. I come to know that memories were the best things you ever had. The summer shore, beat down on Bonnet Beck, so far from home where the ocean stood, down dust and pine. 在暂别轨道记会场后，继续出发前往千光寺的山脚下乘坐缆车。到达缆车售票处后，你可以在旁边的机器买张票，也可以去到前面的人工柜台。一张成人往返的车票只需要你花上700日元，折算成人民币大概也不到50块。要是觉得这票价应该看不到什么好的风景的话，那么请你在上缆车的时候去选择站在窗边，你只需要等待那么一会，等待缆车升到一定高度之后，窗外的风景会让你觉得从来都没有捡到过那么大的便宜。景観は尾道水道が繋いだ中世からの箱庭的都市というタイトルで日本遺産第1号の一つとして認定されております。我们可以从前面那边，然后绕一圈上去，绕一圈这样上去，然后可以在上面看到那个濑户内海跟轨道的风景。千光寺最美的风景在这座螺旋白塔之上。白色展望台以现代设计与自然交融著称，沿着纯白坡道一直向上走，越到高处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风越急。设计师故意让这段坡度变缓，想让你试图在这里停留下来。然而，当你真的如他所愿，真的在这里驻足一段时间的话，你会忍不住为突然撞进眼帘的岛屿而惊呼。いい景色ですね。素敵。这就是濑户内海，这就是尾道。操，从这里开始，从这里俯瞰尾道是真的很漂亮啊！我操，太厉害了，这种景色。As a new dawn, we grow, grow, older still.
这里还有很多关于猫的这种雕像啊，或者图画什么彩印之类的。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上面这里有很多钱啊，它应该是就是说把钱放在这里，然后就会有恋爱吧，因为它你看这里，这里是这个恋会门，应该是一个祈祷能成功找到恋爱的一个，就是能成功找到对象的一个地方吧。要不我也投下试呀，我已经单4年了。在山顶看完最美的风景后，就乘坐缆车下山了。随着缆车的下降，地面的鼓声越来越大，一场轰轰烈烈的祭典就此开始了。对于这次2025年日本旅行计划的行程中，由于季节问题，从头到尾我其实都没有考虑过参加任何祭典活动的。但是你说这次好巧不巧，在祭典最少的春季给我遇上了。要知道，在上次日本之旅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状况，2次都是发生在来到当地之后，祭典开始前的一段时间我才得知。那么，秉持着恭敬不如从命的觉悟，我推翻了接下来所有的预定计划，决定沉浸式的享受这座小城所带给我的礼物。と思っているので、声をかけてください。6月にコンサート会場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で、温かいご協力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看起来好好玩，我也想玩起来。然后刚看完那个几部表演，然后现在来到餐厅街这里，看一下能买什么吃的吧。现在这里挺热闹的，像你昨天还说热闹很多。やばい。这玩意我最爱吃的。刚路过一家店，然后它橱窗这里
画着尾道的画。要是这家店没关门，我就盘下来了。胡子男的歌了，想起来了。夢じゃない夢じゃない肩を組んで叫びたい僕らの想い届け奇跡じゃなくていい美しくなくていい生きがいってやつが光り輝くから切らないバッテリー魂の限り宿命ってやつを燃やして暴れ出すだけなんだ。起初刚来到尾道的时候，我觉得它破破烂烂的，是日本一座超级老龄化的城市。但是它只用了2天就完全征服了我，以至于到现在我都觉得它是我这次日本旅行中最喜欢的城市。可能是因为它真的同时满足了我对山海的热爱，对浪漫的幻想，以及弥补了我对热血青春的遗憾。而这次的尾道之旅也并不是完美的，没有赶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来到这里，没有在猫之溪道发现猫，明明是浪漫之城，但是身边也没有对象，对吧？开个玩笑啊。好了，虽然还有很多内容没有给大家呈现出来，也有好多话想对大家说，但是到这里真的就是整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不妨可以在下面给我点个3连或者关注支持一下。那么让我们下次还能在这个山海小城相见。根を張るみたいに僕らを支配するそんなものに負けてたまるかと今宿命ってやつを燃やして暴れ出す届け奇跡じゃなくていい美しくなくていい生きがいってやつが光り輝くから切らないバッテリー大丈夫それゆっくり行った方がいいから別に大丈夫。燃やし